公子，你醒啦？子不语怪力乱神，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妖魔鬼怪，快离开！小生可是圣人门徒，一身浩然正气，你莫要过来。公子莫怕，我不是伤人的妖怪。恩公，3天前你在后山救了我，我是那只小白狐。你当真是狐妖？是小狐仙，我名灵一，承蒙公子救命之恩，今日前来报答。伤得如此重，若无人救你，怕是活不过今晚。也罢，既遇见了，便是缘分。这药若是拿去黑市，能换2斗葱面。算你命大，遇上小生。去吧，往深山里逃，别再被流民抓到了，他们是真的会吃你的。香味不是烤饼，不是树根，是米香，刚出锅的白米饭。疼，不是做梦。我家米缸早就底朝天了，这米哪儿来的？这姑娘又是哪儿来的？姑娘，饭也吃了，你快回深山去吧。神仙种因果，恩公救我一命，灵犀无以为报，唯有以身相许。不可不可，这绝对不可！我苏毅家徒四壁，连口稀粥都喝不上，连村里的寡妇都不愿嫁我。姑娘，你仙姿玉貌，莫要被我连累了。别人嫌你穷，我不嫌。你心善，品德比谁都好，钱财粮食我们可以一起挣。在这个连人吃人都有可能发生的绝望荒年，竟有这样一个女子，全心全意地奔我而来。好，但我苏某对天发誓，此生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只要我有半口吃的，绝不让你饿着。苏秀才要成亲了，还是个天仙，凭什么？哟，姑娘，你怎么看上苏毅的呀？因为他是天下最好的人。成亲后的日子，灵鱼偶尔能变出一点粮食，可外面灾情越来越严重，无中生有的仙术太耗元神，他的法力快耗尽了。夫君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饥荒蔓延全国，靠我变出的一点米粒养不活你我。娘子，大不了我们同生共死。瞎说什么呢？我狐族有一门禁术，名唤乾坤挪移，可连接古今，穿梭异界，那里物资充沛，没有饥荒。夫君，你替我去那个世界寻些活路回来吧。娘子，这太危险了！你，夫君，速去速回！或将我吞入漩涡。这是何处仙界？江大小姐，怪就怪你爹得罪了人，得罪了咱们王少，乖乖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苏毅虽是一介书生，但平生最见不得恃强凌弱。岂有此理！朗朗乾坤，天子脚下，尔等竟敢手持凶器欺凌弱女子，还不快住手退呀！哼，哪儿来的神经病？玩 cosplay 呢？赶紧滚，别多管闲事。我不懂什么是 cosplay， 但滚字我听得懂。子曰：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今日这闲事，小生管定了。哼，妈的，找死！去2个人，把这疯子给我废了！小心啊！君子6一之，射。哎呦，我操！
不必行此大礼。这小子有暗器，都给我上，把他们拦住！姑娘，得罪了，随小生快走。这古怪的两轮车虽没有马，但这结构倒像是某种脚踏的木牛流马。玉姑娘，快坐到后面来，小生得罪了，驾！妈的，这穿汉服的骑车怎么这么快？长跑冠军附体了吗？这个满口子曰的奇怪男人，好像有点帅。姑娘莫怕，有小生在。天哪，这是何等可怕的金属怪兽，竟能在腹中吞活人！姑娘退后，待小生打中这两头兽的眼睛，你趁乱逃走。苏毅是吧？你到底是从哪个剧组跑出来的呀？那不是怪兽，那叫汽车，发动机是用发动机驱动的交通工具。汽车没有马，不用喂草，竟然一日能行千里。这异界难道遍地都是鲁班在世？苏毅，今天多亏了你。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你要多少钱？或者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。小生举手之劳，无足挂齿。苏先生，我有急事，先走一步。这是我名片。也罢，不管到了什么地方，饭总是要吃的。先生几位？姑娘，在下想讨些吃食。先生真幽默，您想点什么？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这水黑乎乎的，还冒泡，莫非是中药？妙哉，竟比酸梅糖还神奇。先生，一共68元。先生，您这是？银两，这些应该够了。连银两都拿出来了，剧本绝对是在拍短视频。哥们儿，演技不错，我替你付了。对了，你直播号多少？我给你点个关注。直播号，莫非是这异界的字号？怪哉！房间竟拔地而起，法器，这是何等可怕的飞天法器！太可怕了！这异界之人竟天天乘坐法器飞天。妖怪，虽未学过道术，但戏文里都是这么演的。今日小生便替天行道。孽畜，朕！果然有效。你在干什么？姑娘莫怕，此等西尘妖物已被在下镇压。神他妈镇压扫地机器人！我明明救了大家，为何这些人如此开心？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有人举着一个小方块对着我。难道此地百姓如此热爱记录生活？哥们儿，你火了，失火了，哪里失火了？水桶何在？哎呦，不是那个火，是你上热搜了。多谢告知。你自己看，一眼甲
剧本痕迹太重了吧？又是炒作的，装疯卖傻博流量。这些人为何如此刻薄？明明未曾谋面，却恶语相向。他们为何辱骂于我？网络喷子呗，网上什么人都有，别理他们。我明白了，他们只是缺乏教化。啊？子曰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朋友，出口伤人非君子所为。若心中有怨，当修身养性，圣贤之道不在是个征胜，而在明理。哥们儿，你来真的？这都半个多小时了。自然，教化世人本就是读书人的责任。苏先生，能不能给我签个名？签名？就是写字。年轻人果然还是热爱学习的。苏哥，你粉丝破100万了！还有昨天那个要签名的女孩，把你的字挂到网上拍卖，卖了3万块。3万？就那4个字？现代人读书成本竟如此之高吗？大哥，关注点错了吧？你粉丝破100万了。什么是粉丝？就是喜欢你的人。竟有100万人喜爱圣贤之道，苍天有眼。算是吧。现在无数人模仿你的说话方式，还有好多学校发私信邀请你去讲课呢。圣贤之学竟在此地没落至此，还需要我来传播？也罢，教化世人，读书人义不容辞。诸位，今日讲学，咱们先从做人开始。我只是讲了些最基础的道理，大家为何反应如此之大？后来我才明白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很多人其实很久没认真听过这些东西了。苏先生，房子既然看中了，那咱们就签合同。您的身份证呢？没有。那户口本呢？或者护照也行。没有。银行卡总有吧？没有。社保呢？敢问何为社保？对不起，我们不租给来历不明的人，您请回吧。我原以为最大的麻烦是找不到回家的路，后来才发现，没有身份就像没有路影。这个时代，一切都需要扫那个叫马的阵法，而我寸步难行。苏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无家可归了。苏毅，你不会真没身份证吧？自然没有，我都说了，我乃大梁国人士。走吧，先去我那里住。使不得，孤男寡女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此乃毁人清誉之事。大哥，你住客房，我住主卧，中间隔着客厅呢，谁跟你住一屋了？想得美！那小生便叨扰了。这钢铁琉璃阁楼竟直插云霄，若放在大梁，这高度怕是比皇城城墙还要高出100倍。你还没回神，发什么呆呢？走吧。江总好。原来她不仅是千金大小姐，还是这商号里真正掌权的话事人。
搞定了。虽然很多信息暂时是空白，但有了这个，至少你不再是黑户了，能正常乘车买东西。姑娘手段通天，小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现在知道我厉害了。巾帼不让须眉。苏毅，如果你真像你说的来自古代，那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？这是家父留下的遗物，成色尚可，但在大梁国只能算是普普通通的物件，让姑娘见笑了。你等等，带上它，跟我走。这东西哪来的？家传之宝，至少600年以上，而且这工艺极其特殊，老朽在市面上从未见过。最难得的是，它的保存状态近乎完美。若这里真是未来，那我从大梁带来的那些物件，岂不个个都是无价古董？苏先生，这块玉佩初步估价100万。100万两？什么两？父亲留下的那块平时用来垫桌脚的玉佩，居然这么值钱！不可思议，太完美了，一点包浆磨损都没有，简直就像是刚从那个时代拿出来的一样。废话，因为它确实是刚从那个时代拿出来的。苏先生，您手里还有类似的东西吗？有一些。多少？几十件？家里柜子里应该还有不少。可问题是，我家在大梁，我现在回不去啊。银行卡到账100万元。读书20年，我没赚过1两银子，结果来到异界短短几天，我竟成了百万富翁。人生果然无常。看好了，这是手机银行，这是转账，这个方形的叫付款码。这些东西和概念太超前了，简直比背春秋还难。不用见钱，扫一扫就行。若有懂妖术的人顺着这阵法偷走咱们的数字怎么办？你安心吧，大少爷，偷不走的。有了钱，我终于不用睡公园，也终于有能力开始寻找回家的办法了。因为我始终没忘记，大梁还有人在等我。灵一，我的娘子，等我。这是灵一在我身上留下的阵法印记。娘子，是你吗？灵一，夫君，铁鸟飞天，千里传音，会跑的铁盒子。我发现听别人讲离奇故事的感觉，和现代人听我讲真话差不多。
世间竟有如此方便的食物，故名方便面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苏秀才，今年怕是熬不过去了。夫君，我此前渡劫受天雷重创，这才被猎户追杀。如今法力已恢复，我可以随时为你打开连接两界的通道。去做你想做的事吧。苏秀才，这是啥？粮食。有救了，终于有吃的了！苏秀才是活菩萨，使不得，快起来！我只是昨夜机缘巧合，在后山遇上了一位南阳来的富商，他心善，施舍了这批救济粮。见过菩萨，苏菩萨早！方便面大仙来了！不要乱叫，小生只是寻常读书人。当我不说。夫君，你成神了！荒唐，实在荒唐。苏毅，听闻你弃文从商了，从商如何？士农工商，商贾最末，读书人岂能与铜臭为伍？有辱斯文，败坏门风，简直丢尽了咱们读书人的脸。诸位，敢问百姓无粮食，你们在做什么？自然是在读书。百姓快饿死时，你们又在做什么？读书。如今百姓靠商货活命，你们却跑来指责商人。若商不能救国，为何盐铁能养军？若商不能济民，为何粮食能活人？孔孟之道从来不是高阁上的空谈，而是让天下人活得更好。货流流转，可使百姓接力；农夫种粮，工匠制艺，商人运输，缺一不可。照你所说，商人竟与世同贵？不是同贵，而是各有其贵。天下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天下，而是所有人的天下。我忽然发现，现代与古代最大的差别并不是科技，而是观念。我要做的不仅是搬运物资，还要搬运思想。几个月前，我还是个落榜书生，如今却成了商号东家，命运当真奇妙。夫君，弃文从商，你遗憾吗？读书是为了明理，明理是为了做事。若能让更多人吃饱饭，这可比考中个酸辅状元有意义得多。商号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我要把现代更多的东西带过来，粮食、工具、知识，还有这个世界最稀缺的希望。掌柜的当东西。这通透度，这纯净的光泽，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质。绝世琉璃，这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西域绝世琉璃啊！掌柜的是个识货的，给个实诚价吧。苏公子，50两。 50两白银，
这能买多少大米啊？50两黄金，外加500两白银。苏公子，这已经是小店压箱底的极限了。一个10块钱的玻璃杯换了50两黄金，那异界满大街的玻璃窗户，岂不是能直接把我们整个大梁国给买下来？成交。苏毅，我突然觉得有点冷，一个人在楼上怎么也睡不着，能不能去我房间坐坐？江姑娘，自重！深夜来访，衣不蔽体，于理不合。本小姐主动投怀送抱，你第一反应竟然是说我于理不合。苏毅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住手！江姑娘，把手伸出来。啊，伸什么手？伸出来。江姑娘，看来小生今日有必要给你讲讲女界和烈女传。你打我，你居然打我手板！真的好特别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她不仅是我的千万家财如粪土，甚至连我这种绝世美女投怀送抱都能坐怀不乱。她宁愿自己做恶人打我，也是为了让我学会自尊自爱。她一定爱惨了我，只是碍于身份不好意思承认。苏毅，你给我等着！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！这异界的女子挨了打竟还如此开心，莫非脑子有疾？小子，可算让老子逮到你了！原来躲在江大小姐的别墅里吃软饭呢。今天王少发话了，打断这小子2条腿，看他以后还怎么英雄救美。子曰：君子不重则不威。什么狗屁玩意儿！死到临头还跟老子在这念经！孔圣人的意思是，君子打人，如果不下重手，就树立不了威信。这特妈是读书人，谁家读书人拿词典当板砖唬人啊？来，下一位，小生今日便用这本词典，好好教教尔等什么叫做以理服人。别来了，我们错了！这么快就下课了？苏毅，快来！这位是国内最大的 MCN 机构老板张总，你现在全网大火，张总是特意来签你的。苏先生，您在巷子里打架的视频，还有国学哥的人设，简直太完美了。只要你跟我签了这份合同，配合我们搞直播带货，底薪1000万，利润咱们55分成。我保证1年之内让你在豪华别墅区买房。有了这笔钱，什么样的绝世美女你找不到啊？不妥，糟糠之妻不可弃。吾在老家已有家室，且与吾妻立下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誓言。别说1000万，就是金山银山摆在眼前，也休想乱我读书人的道心。小生还要研习现代的种田灌溉技术，两位不送。底薪无数名媛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。他刚才居然说他已有家室，为了我，他不会被任何金钱和美色诱惑。苏毅，你这个口是心非的男人，你对我用情太深了。夫君，你这次怎么没带方便面，反而带了些奇形怪状的土块？娘子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光靠我当导射搬运吃食，救得了一时，救不了一世。这是我在卫界寻得的仙种，名为抗旱高产红薯，亩产可达数千斤。数千斤？夫君莫不是太累了，在说梦话？不仅如此，这是异界的仙家法宝，名为化肥，只要撒在地里，庄稼就能疯长。明日我就去把村口那1000亩荒地全买下来，雇佣流民开荒种田。我要让咱们大梁国再无积钱。夫君胸怀天下，灵犀愿誓死追随。
秀才，不好了！县太爷带着衙役，还有城里的几个大儒，把咱们的化肥仓库给围了。伤风败俗，离经叛道。老夫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未见过这种灰白色的粉末，这定是妖法催生的毒物。县尊大人，此子蛊惑乡民，若吃了他种出的妖物，必遭天谴啊！这老狐狸分明是怕我的红薯丰收，城里那些高价囤粮的地主们赚不到钱，这是收了黑枪来找茬的。苏毅，本官怀疑你使用妖术。来人呐，把这妖人的仓库给我烧了，以正视听。慢着！红薯和化肥是全村人的命根子，绝不能烧。跟官府硬碰硬，我必死无疑。必须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县尊大人，张老先生误会了，草民用的绝非妖法，而是托人在南阳买来的一些西洋物件。既然大人觉得不妥，草民愿意上交一件南洋至宝，以证清白。哦，什么至宝？拿来本官看看。回大人，此物名为西洋细盒，无需请细班子，这方寸之间便能装下千军万马、飞禽走兽。哼，荒谬！这么小个黑盒子能装下戏班子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大人，此子分明是在戏弄您。苏毅，你若拿不出证据，本官今日就拿你问罪。来人，把这破盒子给本官砸了！哎呀，我的眼睛！妖光，这是妖光！保护大人！天哪，墙里封印了猫妖和鼠妖！苏毅，你竟敢召唤妖孽！大人莫慌，这不是妖怪，这是西洋的皮影戏啊！哎呦喂，这猫怎的如此愚笨？哎呦，竟然被一只耗子耍得团团转！妙啊！这西洋皮影戏竟能画得如此栩栩如生，而且太好笑了！苏毅，后来呢？那个黑猫明日到底能不能抓住那只耗子？大人，今日这细盒没发力了，只能看这么多。本官不管，明日申时，本官还会再来。若是不放这猫鼠大战，本官就抄了你的家！苏小友，老夫明日带2只德州扒鸡来，记得给我留个最靠前的位置啊！苏仙人，快开戏盒！原来打雷闪电并非雷神发怒，而是阴阳云线降机。苏小友，你这戏盒里的学问深不可测啊！有了县太爷的保护，再也没人敢动我的化肥。而借着戏盒，我的新式学堂也终于办起来了。古代的击剑教育终于走上了正轨，希望的种子发芽了。夫君，你这几日总在说那异界如何繁华，有铁甲车，有琉璃灯，能在铁盒子里飞上天的法阵，妾身也想去看看嘛。不可不可，那外界虽好，但规矩极多。你若是变出尾巴，或者不小心施了法术，会被他们当作异类抓起来切片研究的。那妾身不去了。娘子，夫君，这里好亮堂。嘘。苏毅，你又大清早自言自语什么呢？娘子，快躲起来！苏毅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见鬼了？没什么，小生去院子里活动一下筋骨。完了，
这别墅区这么大，灵异一只狐狸在现代社会，万一被车撞了，或者被流浪狗咬了怎么办？苏叶，你快回别墅一趟！我在小区的人工湖边捡到了一只绝品萨摩耶，天哪，它太漂亮了，没有一根杂毛，眼睛像会说话一样，而且它好乖，还会自己爬上我的车。萨摩耶就是一种白色的狗，你快回来帮我看看怎么给它洗澡。娘子，你在干什么？夫君，别闹。这个凡人女子按摩的手法真不错，比你在古代给我抓背舒服多了。苏毅，你回来了，快看，她多可爱！我已经给她起好名字了，叫雪球。管家，去买最好的宠物浴液，还有今晚让米其林厨师空运一份 A5 级和牛过来，切成小块，做5分熟。咱们雪球太瘦了，我要给她好好补补。马上联系爱马仕，给我定制一个真皮狗窝，快去！是，大小姐。在古代，因为闹饥荒，领银连块带荤腥的骨头都没啃过。可他来现代的第一天，就吃上了 A5 和牛，睡上了爱马仕。夫君，这里简直是天堂。娘子，你该回去了。古代还有几百亩红薯等着我浇水呢。你在这儿，若是被人发现端倪，会有杀身之祸的。夫君，那个叫动画片的东西真好看，你先回去浇地吧。妾身在这儿再待2天，等吃完了冰箱里那半块和牛就回去。娘子，好，我明日再来接你。若是再不走，我就扣你的口粮。娘子，灵犀，苏毅，我这几天休假，带雪球出去玩了，勿念。喂，苏毅，有事吗？江姑娘，你带雪球去哪儿了？哦，带雪球来马尔代夫了。你不知道，雪球太聪明了，它居然会戴墨镜，简直是全海滩最靓的仔。马尔代夫，江姑娘，那狗认生，你快把它带回来。认什么生呀？它现在正躺在沙滩椅上喝椰子汁呢。不说了，我要带它去做宠物 SPA 了，拜拜。千里传言阵，娘子速速归来！家里地里的红薯都被野猪给拱了。夫君莫急，野猪拱了红薯，你便把野猪烤了吃嘛。娘子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夫君，你再顶几天。这个姓姜的凡人女子不仅给我找了4个专业的按摩技师，明日还要带我去坐那叫游艇的大船。这异界的待遇简直比我在青丘当太后还要快活。等我度完假回去再给你洗衣做饭哦。这叫椰子汁的东西真甜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这妖风邪气继续下去。我苏毅堂堂7尺男儿，绝不能让发妻沉沦于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之中。等江巧儿回来，我必须把老婆抢回来。这哪里是山野灵湖，这分明是名媛贵湖。江姑娘，此犬生性顽劣，恐伤了姑娘千金之躯，还是交由小生来照料吧。快过来啊，你这只堕落的狐狸！苏毅，你别胡说，雪球才不伤人呢。不过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它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养它呀，就当是我们共同抚养的孩子。天哪，他一定是想借着养狗的名义，暗示想和我共同经营一个家。他好会。娘子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是一只900年道行的高贵狐仙啊，怎么能为了几块和牛肉，就甘心被凡人当小狗狗养呢？
夫君，你若是也能给我买这么大颗特的钻石项链，我这就随你回去。娘子，这是糖衣炮弹，是资本的腐蚀，而且你就不怕这江姑娘发现你的真面目，把你送去切片解剖吗？夫君说的对，这凡人女子的爱太过沉重。罢了，等今晚她睡着，我便随你回古代去。终于把这尊大火请回去了。唉，突然有点理解娘子了。我现在居然也有一丝想去马尔代夫度假的冲动，真是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啊！雪球，你在哪儿？别找了，缘聚缘散，强求不来。不要！我不要你离开！江姑娘，请自重。小生已有家室。观自在菩萨行深深般若波罗蜜，这些是色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我不管，我就要抱着你。造孽啊！苏仙人，今日的黑猫和白鼠怎的还不放？诸位，昨日的戏盒坏了，这不是鬼神作祟，而是力的相互作用。从今日起，想看黑猫和白鼠大结局的，必须先通过我的物理考试。这是什么奇门学问？不管了，为了看汤姆猫，老夫拼了！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，只要我把现代的科学学知识潜移默化的传授给他们，大梁国的科技发展至少能提前1000年。苏毅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让我帮你拍卖的那批青花瓷古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怎么了？拍卖行的首席鉴定专家说，这些瓷器的款技、工艺绝对是真品无疑。但是，碳14检测结果显示，这批瓷器的形成时间不超过3年。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这异界的格物致知之术，竟然连一件物品的年岁都能精确测算出来。这意味着，要么你是个拥有足以骗过全世界的造假机器的超级造假犯，要么这批古董是刚刚从古代的窑里烧出来，直接送到我手上的。苏毅，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阵法开。苏毅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外星人还是妖怪？江巧儿竟然在我住的地方布下了天罗地网的微型摄像头，瞒不住了。江姑娘，既然你已经看到了，想知道真相的话，就跟我来吧。我倒要看看，你每天神秘消失，到底去了哪里？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。”好疼！这是哪个师承？这群演也太敬业了吧，连土墙上的泥都这么逼真。这不是影视城，这里是大梁国徽州府苏家村，也就是你们现代历史书上所说的古代。穿越？你每天消失，居然是在穿越时空！天哪，你是个时空旅行者！我就知道我看上的男人绝不是一般人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这位是？我叫灵一，是苏毅的结发妻子。妻子？就算你是他妻子又怎样？在现代，你们又没有领结婚证，不受法律保护，我还有机会。不好，是天劫气息，虽然微弱，但足以引动灵犀体内的灵力。江姑娘，你莫要伤心了，小生感激你的多次相助。你好，我是江巧儿，灵犀。你和苏毅什么时候成亲的？很早。感情好吗？很好。吵过架吗？没有。夫君从不惹我生气，那挺好。
不过苏毅在遇现代这段时间，吃穿住行全都是我照顾的，辛苦江小姐了。不辛苦，应该的。那个，口渴了吧？我去烧水。坐下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天劫不可怕，女人才可怕。苏毅，你知不知道这大梁国有多少人口，有多少无主的矿产？大梁国疆域辽阔，人口数千万，至于矿产，小生不知。苏毅，我们要发财了！苏毅，你真的是个暴殄天物的笨蛋！你拥有一个可以穿梭古今的任意门，你居然只拿来倒卖大米和化肥！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蓝海市场？这里遍地都是黄金。儿女情长算什么？谈恋爱哪有搞钱爽？苏毅，我要做你的合伙人。你这里的丝绸、瓷器、古董，甚至珍贵药材，我全包了。我在现代利用江氏集团的渠道帮你拍卖，而我会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现代的基建设备、高科技产品，甚至是先进的工业图纸。我们联手，把这个大梁国打造成我们最庞大的商业帝国，利润55分成。好，江总。粮食不够，买；工具缺少，买；抗生素和药材不足，买。这些全都能带过去？当然，既然要做，我们就做最大的。江姑娘，好厉害！无数的物资经由通道源源不断的送往古代。我只从这一刻开始，大梁国的一切都将不同了。苏先生，这等庞然大物，真能自己转起来把水运上去？能行，开闸。有水了，真的有水了，是神迹！苏先生显灵了！这不是什么神迹，这只是知识的力量，只是被时代限制住的智慧。苏先生，此举活民无数，本官代徽州府数10万百姓谢过先生大恩。大人言重了。看着这片重新焕发生机的土地，我心中明白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。接下来，我和江巧儿还有更多跨越时代的文明要带来，还有更宏大的世界，等着我们去改变。